但是，西方国家无视中国在环保和节能减排方面所做出的巨大的努力乃至牺牲，为了把污染留给中国，把高端产业留给自己，要求中国继续恢复大量的低价美产品的供应。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的话题我们说的是一种轻飘飘的金属，中国储量占绝对优势，少出口一点，欧洲就麻烦了。根据媒体的报道日前欧洲工业组织强烈的要求欧盟紧急与中国进行外交谈判，要求中国采取措施，提高产量，确保金属镁的供应。因为中国冶炼成本极低出口镁的价格也比较低，因此欧洲已经不再生产镁了，几乎95%的镁都从中国进口。目前中国减少了镁的产量，欧洲的镁的供应出现了危机。到今年11月，库存可能就要耗尽。如果出现了这种事儿的话，欧洲的大批企业可能就要停产或者是倒闭，那会导致几十万的甚至上百万人的失业。镁是一种很轻的金属，在镁产品的生产和供应这个问题上，中国是占有绝对优势地位，拥有绝对发言权的。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镁产品制造和出口国。根据有关智库的统计镁虽然不是什么珍稀金属但它具有工业价值的镁矿石只有磷镁矿、白云石矿和光鲁石3种。目前全球的磷镁矿储量240亿吨，多数分布在中国、朝鲜和俄罗斯这些地方。中国的磷镁矿储量为50亿吨，位居全球第2位，是我国少有的几种优势金属资源之一。在资源优势和工业化进程的双重作用之下，在过去的10几年里我国的镁工业从弱到强。2020年镁产量为85.83万吨，这些镁多数都用在了中国，但是出口比例也不小。即使在2020年，在疫情严重影响之下，中国的镁出口也达到了将近40万吨，最大的出口对象就是美国，占了22万吨之多。2021年1到9月份，中国的镁出口量飙升到了60万吨，是绝对的世界第一。其中最大的出口对象是日本，买走了13万吨之多。虽然在俄罗斯、朝鲜等国也有大量的镁矿，但是这些国家的冶炼和深加工的能力都不如中国。中国的镁产量在全球的占比已经连续多年超过了75%，在2014年一度达到了88%的高峰。因此中国在世界镁产业市场上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镁并不属于稀土，但是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工业的很多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现代工业是离不开镁元素的，其中包括计算机消费电子通信设备高铁、汽车、航空航天、医疗器械等等。美国的很多军用发动机的结构件都是用镁合金制造的，比如全球鹰无人机的发动机的中介机匣， F-16、F-18 使用的 F-110 发动机的附件机匣，以及 F-22 飞机使用的 F-119 发动机的变速箱的壳体等等。新冠疫情严重的打击了相当多的国家的煤矿的开采、冶炼和加工能力，因此今天的世界镁产品的出口市场上，中国占据的优势更大。但是镁矿石的开采、冶炼和加工都是高耗能、高污染的，每吨金属镁生产要排放将近20吨的二氧化碳，是碳排放的大户。镁的精炼过程还会产生大量的废水，含有亚硫酸钠、氯化钠和氢氧化钠，污染非常严重。若处理不当将对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压缩镁产量，控制这个行业的污染和排放，对今天中国的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工作是有重大意义的，也是中国政府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但是西方国家无视中国在环保和节能减排方面所做出的巨大的努力乃至牺牲，为了把污染留给中国，把高端产业留给自己，要求中国继续恢复大量的低价镁产品的供应。实际上这种事情并不是第一次发生的。早在2004年，当中国方面决定为了控制环境污染，将减少焦炭的生产和出口数量，这件事竟然引起了欧洲经济界和政府的抗议。因为当时中国是第一大焦炭出口国，占了全球出口量的60%。欧洲的很多工业产业，比如说钢铁工业，是需要大量的焦炭的。
欧洲却不愿意自己从事这种高污染的生产活动，而是选择向中国等国家进口。那中国减少焦炭出口量之后，欧洲国家自然面临着要污染还是要焦炭的选择。所以欧美国家在环保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往往是损人利己的。中国政府并不会为了打击其他国家的经济而故意控制某种产品的出口。我们限制煤产量是为了倒逼行业去开发更加高效、更加低污染的开采与生产方式。如果有关技术能够得到解决，中国还是会尽量的恢复产能，满足国内和世界的需求。那按照正常的道理，欧洲方面和美国方面应该积极的向中国转让有关技术，或者是协奏中国来开发低污染、低能耗的技术。但是这些西方国家却没有任何的表态。所谓路都是自己选的，既然他们不可能在这些问题上帮助中国，那就只能忍受一段时间的美产品的匮乏和价格高涨了。好，这句话就说到这里。